如果提到纯正的越野车款，或者是很扎实的4轮驱动科技，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会是 Land Rover， 不然就是宾士的大 G， 还有 Toyota 的 Land Cruiser， 甚至有可能是最近终于重返台湾车坛的 Jeep 这个美国越野品牌。但其实有一个强大但相对低调的牌子 Suzuki， 他们家打造的车尺码可能不大，但是4轮驱动科技可是一点都不马虎。有多厉害，我们这集帮大家好好的介绍分析一下。我相信呢，大家对日本都应该不陌生，也都有去过一种店，就是哪一种店？讲清楚哦。有一种小的餐厅，店面不大，也不是连锁，然后呢，老板就很专注在做自己的生意，可能是一间小拉面店，也有可能是一间小小的居酒屋。这种匠人只做自己最坚持的事，我觉得就有一点像是 Suzuki 的品牌精神。除了专注于打造小车以外呢，其实4驱科技也是很有深厚的功力。他们家的4驱科技所代表的名称就叫 All Grip， 不同车型的定位跟设定去打造不同等级的 All Grip。休旅车款可能就会是 All Grip， 那如果你要更 hardcore 一点的4驱科技，像 Jimny 所使用就会是 All Grip Pro， 甚至他们家的电动车款也有延伸出 All Grip E。既然要帮大家介绍 All Grip 这个4驱科技的话，我觉得当然就要从最 hardcore 等级最高的 All Grip Pro 来帮大家好好解释。搭载所使用的车款就是我身后这一台 Jimny。说到 Jimny 还有 All Grip Pro 这个4驱技术，我当然要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吉米路书的世伟老板。大家好，又要麻烦你了，没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 Jimny 你们家是专门的，对，很多人说 Jimny 它其实尺码小归小，但是它其实把传统越野车该有的元素都加上去，像是大梁式底盘，对，像是固定轴的这些配置。先帮我们讲一下大梁式底盘，它的大梁是哪一个啊？我们现在看到这都是底盘嘛，对，大梁在这上面。这个对哦，这个就是大梁式特点，说大梁分离，就是我今天可以把整个车壳拉开来，对，它的底盘在底下，壳只是一个像装饰这种感觉。这个英文叫做 BOF， 就是 Body on Frame，Frame 就是刚才世伟帮我们讲的这个车架嘛，我们讲叫大梁式的底盘，它的上面的车身就是它的座舱本身是没有承载重量，所有的苦差事。包含承载车身的重量，包含来自路面的冲击对应，都是这个大梁所负责的。所以为什么要叫非承载式车身？就是它的车身本身就不承载。这样子的好处有几个：第一个，它刚性高，所以它在越野的时候比较不会变形；第二个是呢，它可以让它的悬吊系统可以有最大的高低落差。还有就是它这样子可以去承载一些硬件，比如像加力箱，比如像高刚性车轴，甚至前后的差速器等等。都因为这样子的车架可以有比较好的加装方便性。没错。那讲完这个大梁式底盘，很多人都说 Jimny 的昂肉质感不好。没错。为什么？你们可以从前面这边看到，一般传统轿车它发动机柱下它是带整只发动机，是 Jimny 不一样，它是只有从这一段。我们俗称火车头这边下来以后，它是带到连杆去带动车轮。我们常常讲说，为什么吉普车遇到坑洞，它的轮胎会被带着跑。今天如果轮胎这边有一个坑洞，过去的时候，固定轴它这边有落差的时候，它会同时带到另外一轮，对，然后这个时候又连带透过连杆会直接传回到方向盘。那这个时候就会造成它如果遇到坑洞，车子好像就会被往另外一边抓，扯一下，它就跟传统轿车 A 背啊这种设计会完全不一样。固定轴应该就是指这一个轴，对不对？Jimny 它的名称叫做3连杆固定轴，这边是前连杆，这个是第一根，对，再来看左右2只，这2只是牛腿。既然以前半部后半部我们会俗称3连杆，大部分会做这样就是为了越野性能。那一般会做固定轴的原因是因为当如果这边往上推挤，到这边就会落下来，尽量的去维持每一个轮胎的接地面积。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玩吉普车还是在追求所谓的固定轴，它越野通过性还是会比较好。所以固定轴的优点就是越野通过性好，但是你说要一般的昂若的表现，它可能就不是这么的专门。而且你刚才讲到一个就是穿越的性能。Jimny 其实在原厂的黄金三角就很棒，前面是37度，中间的穿越角是28度，离去角甚至来到49度，而且这是原厂没有跟动的状态下。基本上在台湾大部分的地形都还算可以正常去玩，等级在 level 再高一点点的话，那再去做其他的调教升级就好。刚才说的大梁式底盘、固定轴这些东西是吉普车很多认为玩家该有的配备。对，但你看看 Jimny， 它其实不到85万的售价，这些东西其实基本上都全上。没错。那讲完刚才那些东西以后，我比较好奇是我们讲到越野，也会讲到
差速器锁，差速器锁在其他品牌又有变成差速器锁之乱，对，对不对？那我想问说，像 Jimny 这样子的规格，它配备的是怎样的差速器的逻辑？像好比说宾士 G Car 它就有分前中后3把锁，对，我们这有名的3把锁。对，然后像 Jeep 它原厂也是前后。对，我们讲 lock 就是好比说这一轮悬空，悬空以后一般的车的概念是会让它没有动力，因为你要把动力提供给其他轮子嘛，有抓地力的轮子嘛，对。但是如果以越野来讲，我这轮没有抓地力的时候，我其实是无法通过。那差速器的概念就有点像是说我把动力可以平均分配给其他轮子，那让好比说这一轮悬空了，我的动力还是可以持续输出，它就像变得有点像履带车这种概念，了解，慢慢过，慢慢过。那 Jimny 原厂的话，它其实没有到所谓的 lock， 对，就是它不是到100%锁定，它有点像用循迹防滑的概念，去让它修正到这一部分。Jimny 车主在越野的时候会发现它的那个防滑灯一直亮，那它其实它会有点像稍微锁一下这种感觉，慢慢的去穿越。简单说就是。一般的车一定都会有差速器嘛，因为不然你过弯的时候，两边轴的轮速是不一样，它就是为了弥补这个轮速的差别。当差速器遇到了越野路况的时候，只要有一个车轮它本身是可能空转没有接地面积的时候，因为差速器的设计，力道反而会灌到这个没有抓地力的车轮。对，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靠差速器锁去把它锁住，把力量灌到其他有抓地力的车轮。对，没错。但 Jimny 可能是因为它的本身的定位、它的尺码考量，所以它并没有这种传统机械式的差速器锁。对，所以它用的是叫做电子 LSD， 其实就是说用刚才世伟说的循迹防滑的系统，就是当你发现哪个车轮是打滑，它就用刹车力道去做差速器所该做的工作。对，把它刹住之后，力量直接就会贯穿到其他有抓地力的车轮，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好奇是，对你们来说，你们一定常接触到很多改装的车主，很多人最常做就是做抬举嘛。对，抬举的话，像你刚才说这些连杆的部分，是不是有些都要做一些调整？你今天车子拉高以后，这个地轴，我们讲就是这一根地轴的位置，对，会跟我们原本的大梁它高度会有一个落差在，没错，会越来越高。对，所以相对来讲，这一根我们俗称牛腿，对，牛腿它的角度会不一样。改装的牛腿跟那个原厂牛腿去比，你会发现它的孔位是不一样的，它会再放下一些，所以长度就会不一样。对，长度会不一样。再来一个就是我们讲前面的这个连杆，这根拉杆的部分。对，如果我今天车子拉高了，我们整个地轴跟我们的大梁它会往一边摆，因为我高度变高，那这个等于说会往这边拉过去。所以我需要一根更长的，这个也要变长。对，我需要一个可以调整的，把这个大梁推回去，让它左右的这个轮距跟大梁是在同样位置的地方。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今天我车抬举的，除了避震器我也要换，对，刚才说的这3连杆也都要更换，对，没错，这是最基本的改装，对不对？对，就是以要越野来讲，那像我们店里我们就会做一个完全的，就是整个套餐给到车主。刚才说到是因为这样子转向结构的设计，我们在越野的时候，有时候路面的冲击会透过这些连杆回到你的方向盘。对，像你们在带很多越野驾驶的时候，也会建议车主手不要这样扣的方向盘，不要扣死。对，不要扣死，不然说一冲击扭到就是你的拇指。没错，尤其是在高速一点的时候，高速越野的时候，我们曾经遇过车主，他是完全握死方向盘，结果到最后他的可能遇到一个坑洞下去的时候，他方向盘稍微打了一个90度，他的手这边撞到，然后骨折。哦，我们有碰过这样的情况，其实是会有一些严重性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在越野的时候，其实不管是慢速、高速，稍微扶着。手不要扣到方向盘环里面。好，那既然你讲到一些越野的小知识，很多车主也会疑问，他可能本身是越野小白。是，刚才讲完这些越野的这些相关的底盘硬知识之后，车内有一些，比如说2H、4H、4L 要怎么打？我们进车内帮我解释一下好不好？好，没有问题。它除了传统的排挡杆以外，它多了这个操控2H 到4L 这个操控杆。怎么操作？帮我们解释一下。平常在一般道路就是保持在2H，所以2H 意思是2轮驱动的高速后驱。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开始在越野，可能好比说一般的林道，或者说像简单的一些溪床，那这时候我们就是可以直接往后拉。那我个人的习惯还是会在 N 档，先切换到 N 档，对 N 档，然后往后拉变到4H。那这个时候仪表板它会有一个底盘的符号开始在闪烁，它就变成4轮传动。了解。我们今天在越野的时候遇到一些地形是比较困难的，或者说你需要比较更大的扭矩，一样是在 N 档，然后这边有个 push 往下压。对。
再往后卡，这个时候有一部分循迹会关闭，然后还有那个防追撞跟那个车道偏移这些辅助系统都会关掉。这个时候你在开的时候会发现车子的扭力会变比较大，对，因为它齿比放大了。对哦。但是相对来讲，它为什么叫 L 低速档？因为它的速度不会快，它没办法拉到高速，这个就比较适合在好比说我们攀爬一些比较大的石头，或者说一些比较困难的地形，这个时候就会用到4L。那如果今天我攀爬完，我要从4L 回到最前面的话，我也是要一个一个回去吗？对，N 档，然后不踩刹车的情况下，先跳回去。哦，回去就不用再压了。对，回去可以直接往上打。懂。然后等到4H 的时候，再往上搬，它会回到2H。除了刚才讲的这个以外，它其实还有一个叫做斜坡起步辅助跟斜坡缓降控制系统。一个是起步，一个是缓降。你会建议大家怎么使用，或使用时机是什么？我们今天如果说是在一般道路，可能稍微有点上坡或者红绿灯，我们踩了刹车，这时候再重新踩第2下的时候，它的刹车会变比较浅。那这有一部分就是车辆电脑它帮你去控制，就是把刹车震有点类似 auto hold， 可是它不是完全100% auto hold， 就是你起步有时候如果没有这个功能，你车会后滑。对，它帮你刹住了。没错。所以这个时候说像我们在越野的时候，它也会有，这个时候会比较好用。对，因为你刹车弦变短，它可以把刹车最大化的发挥出来。哦，对。了解。那如果是陡坡缓降呢？那好比说我现在这样压一下，对，它的仪表会有一个绿灯在闪，但是这个时候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其实是需要达到4H。哦，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我在下坡，它就会用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电脑控制，它会控制在一个时速，它会帮你把，我记得是10公里还是15公里吧，那让你的车子在陡坡的时候慢慢缓降下去，你需要花一部分的心力去看外面的路况，所以我们就是有时候在下坡可以用这个陡坡缓降。所以你说在4H，然后一样挂低档，让它自己慢慢下去就对。对，没错。你就可以不用分心控制你的油门跟刹车，对，交给它。对，懂，没错。搭载 All Grip Pro 的 Jimny 当然有很强大的越野性能，但是我相信对于多数的消费者，你买一台休旅车会想要在 On Road 跟 Off Road 取得一个更好的平衡。这个时候呢，搭载 All Grip 4驱科技的 Suzuki 的休旅车款就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我就开着有 All Grip 4驱技术的 Suzuki S-Cross 带大家好好的去体验一下吧。从刚才的介绍，大家应该都知道 Suzuki 的 Jimny 拥有很纯正的越野协同，有强大的越野性能。但是对于多数的消费者而言，没有要这么的复杂去操作加力箱，它可能也不一定用到最大可以放到2.6倍左右的动力输出。固定轴、分离式底盘对他来说，可能都不一定有利于他每天的上下班通勤 on road 的行驶。对于多数人来说的话，4轮驱动有没有更平易近人的方式呢？讲这个之前，我们可以到宜兰比较不好路况的露营区的路上跟大家解释一下，在一般车辆的行驶状态下，会有2种驱动模式。第一种2轮驱动的情境呢，多数时候会用在像是一般市区道路通勤或者是高速公路的时候，为了要提升油耗表现，减少机件的损耗，就会以2轮驱动为主。4轮驱动的应用场景呢，像是突如其来的恶劣天候状况啊，比如说大雨，或者是呢坡度比较大的停车场，而且这个时候又刚好是路面湿滑的时候，或者你出游在户外啊，遇到了像是非铺装路面的状态下，像很多露营场地就会是这样子的路面，就会是4轮驱动相当好的运用场景。那 Suzuki 的 All Grip 其实具备了3项最关键的技术，第一个就是电子控制的4轮驱动系统。第二个呢，就是会对应4种不同行驶路况的驾驶模式。第3种呢，就会是车辆运动协调的控制系统。哪4种驾驶模式呢？ Auto 模式呢，就是以燃油效率为优先，多数时候都会以前轮驱动为主。但是当侦测到打滑的情形呢，就会迅速的切换到4轮驱动的模式，维持最佳的抓地力哦。Sports 模式呢，这个时候呢，相当适合蜿蜒的山路使用。会4轮驱动是维持最佳的循迹跟抓地力，并且呢，透过油门讯号啊，还有变速箱换挡逻辑的操作，让扭力最大化，去对应弯路操控的所需。Snow 模式，很多人听到这个名称，可能就会认为台湾又不会下雪和需要 Snow 模式。其实它就是对应相对比较湿滑的路面。当切换到这个模式的时候呢，系统就会自动的去分配前后的输出比例，而且如果系统发现前面可能你在转向过程的时候，它还会自动的把驱动力往后送，让你在湿滑路面的操控状态下，车辆可以更稳定。
Lock 模式也可以说是脱困模式啊。这个时候呢，系统就会维持前后的输出比例是50:50。当系统发现到某一车轮是在进行空转的时候，它还会自动针对那一个车轮施加刹车力道，让输出力道尽量的去传往其他还有抓地力的车轮上，去增加它的脱困能力。搭载在 S-Cross 或者是 Vitara 上的这一套 Suzuki O-Grip 技术呢，我个人觉得它的最大价值在于提供我们现代人他的用车生活可以更多元，提供更多不同的用车方式。现在休旅车逐渐的朝向都会化靠拢，虽然它还是有休旅车的架构，比较高的离地高，但是为了都会化的使用考量，其实多数都是2轮驱动的车型。在当下 ，Suzuki 还是可以坚持在它旗下的休旅车提供 O-Grip 4驱车款，而且是符合现代人更便利、更智能的使用方式。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相当难能可贵，提供的是一种备而不用的用车思维。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当我们逐步迈向了电动化时代之后，这一套 O-Grip 会怎么样进化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吧。随着时代进步呢 ，Suzuki 推出了全球第一款战略的电动车 e-Vitara 之后，它的 O-Grip 4轮驱动技术也进化到了 O-Grip E 的科技等级。这个 O-Grip E 的科技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有一套叫做 eXo 的技术，它就把传统油车引擎跟变速箱整合在一起，在 eXo 里面，它会有电动马达，它会有逆变器以及变速系统整合为一体，体积比较小，重量比较轻，还有效率比较高的优势。e-Vitara 车型上，它会有2个 eXo 在前轴跟后轴，前轴失去了抓地力之后，它就会把动力输出到后轴，反之亦然。此外，它还有一个叫做 Trail Mode 的专门针对越野恶劣路况的模式，也就是说，当这个车辆的系统发现到其中一个车轮打滑的时候，它就会启动刹车 LSD 以及牵引控制系统，用刹车去抑制那个打滑的车轮，把动力贯穿到其他还有抓地力的车轮上，越野行驶脱困能力提升到最高的状态。影片看到这里，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跟我一样感同身受，对于 Suzuki 这种专注技术本位、专做小车的这种执念哦，而且他们当家的4轮驱动科技，不管是最高等级的 O-Grip Pro、一般休旅车的 O-Grip， 甚至电动车款上所搭载的 O-Grip E， 在不同的车型上灌注不同的4轮技术。我觉得这一点在当前休旅车偏向都会化发展的时候，是相当值得敬佩的。其实我觉得在电动世代，因为电动马达的输出特性不仅反应快、扭力大，其实相当适合越野使用，所以我个人是非常期待 e-Vitara 开起来的感觉。但无论如何，不管你是开的 Jimny 享受它的 O-Grip Pro， 还是开的最新的 e-Vitara 享受它的 O-Grip E 的技术，当我们出去到大自然玩的时候，我们都要保持一个尊敬大自然、敬畏大自然的心态，好吗？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是图跟上，这是我们的新单元科技场，请大家给我们支持、鼓励、按赞、分享，好吗？我们下次见喽，拜拜。看腻了总是一成不变，正经800，一本正经的介绍新车吗？没问题，我们深度赏影片就会用轻松不失幽默的方式来帮各位介绍新车。想要知道外形是不是你的菜，动力够不够你一家使用，配备够不够丰富呢？想要吸收新车相关的资讯跟知识啊，深度赏新车介绍影片不能错过啊！图跟上有车赏，除了 YouTube 频道以外呢，我们也有官网、脸书粉丝团、IG 以及每个月更新的 Podcast， 各大平台追踪我们，记得哦，订阅、按赞、分享一定要。